就在中非之间就南海问题通过双边磋商等渠道积极管控分歧、稳定局势之际，日本却跳出来要从中挑拨。周三，日本首相菅义伟突然给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打了个电话，说起了中国。他扯上南海、东海，拿中国的海警法说事，对中方动向表达所谓严重关切。不过，杜特尔特的相关回应可能让菅义伟失望了。杜特尔特随后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因为亚太地区承受不起邻国之间的冲突。日本共同社周四报道，菅义伟在周三与杜特尔特的电话会谈中提到所谓中方在东海和南海的行动。菅义伟还就中国推出的海警法等近来中方动向表达了所谓严重关切。报道称，日菲双方就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法治展开紧密合作达成了一致。菅义伟这通电话显然是策划已久，还给菲律宾送上大礼。共同社提到，菅义伟向杜特尔特传达了日本援助菲方抗击新冠疫情的对策，称将为此提供总额200亿日元的援助，包括完善运输疫苗所需的冷链物流等。实际上，在4月中旬到4月底，菅义伟就有访问菲律宾和印度的打算，因为疫情突然升温而作罢。这个电话就相当于对取消的会晤进行补偿。早在4月26号，菅义伟已经和印度总理莫迪通过电话，同样关切了中国的海洋活动。而就在菅义伟给杜特尔特打电话的同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也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达顿打了电话，双方声称反对所谓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行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我们看到一个趋势，菅义伟政府的话呢，就加强了在这个就是美日印澳这样一个合作之外，那么对南海的一些国家，那么他有机会的话呢，也会提这个南海问题来说事。我觉得这次呢和菲律宾杜特尔特总统的这个通话，那么也是他这样一个战略的这个一环，利用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这个矛盾，是吧，来达到自己的一个战略目标。这个呢，应该在国际关系上就是说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的。通话后，菲律宾总统府在发布的一份声明中提到的有关杜特尔特对日方所谓关切的回应，可能让菅义伟大失所望。声明说，杜特尔特呼吁和平解决争端，因为亚太地区承受不起邻国之间的冲突。杜特尔特还特别强调，联盟和伙伴关系必须有利于增强南海的稳定，维护亚太地区更广泛的集体利益。外界注意到，菲律宾国内反华情绪一直存在，前不久借着牛阿胶事件，这股情绪又有所抬头。不过，杜特尔特始终都在管控局势。本周一，杜特尔特还专门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说：“现在我命令内阁以及为政府举行的各种会谈，禁止与任何人讨论南海问题。如果我们要谈，也仅限于我们内部。”深圳卫视注意到，日本方面频频拿出中国海警法说事。菅义伟和岸信夫在周三的各自通话中都是这个套路。实际上，自中国海警法2月1号开始实施，日本方面就立刻联合英美炒作中国海警会否成为第二海军。有分析指出，任何国家的执法力量都享有在其管辖海空域进行执法的权利。美国海岸警卫队、日本海保厅等都会在本国管辖海空域执法，包括在法定条件下使用致命性武力。为什么到中国就变成了威胁论？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方面要介入台湾问题的态势也愈加明显。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周三在与澳大利亚防长达顿通电话时，双方就对台湾问题指手画脚。日本经济新闻周四刊登对岸信夫的专访，他在采访中提到，台湾的情况也要积极视为我们的问题，日美之间必须充分展开磋商。3月16号，美日举行外长防长2+2会谈，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竟然提及台海。4月16号，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期间，美日联合声明也时隔52年再度写入有关台湾的内容。为了因应这52年来首次，日本政府还在2021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中首次写入了台海稳定这一内容。首次写道，台湾局势稳定对于日本的安全保障和国际社会稳定很重要。草案也分析大陆军机在台湾附近活动。分析指，白皮书展现了日方在台湾问题上防备突发事态的姿态。该白皮书预计7月在日本内阁会议上正式报告。值得警惕的是，不光只是嘴上说说，纸上写写，日本方面已经在为展开实际行动做准备。5月11号至17号，日本自卫队与美法澳的军队在日本九州岛进行了离岛防卫训练。其中，美日法3国在日本国内的陆上演习中所包含的巷战科目更引发关注。分析指，所谓巷战明显针对的是台湾。如果未来有一天发生武统，解放军登陆之后必然要开展的就是巷战。旅日资深媒体人毛峰认为，被认为最不可能出兵的日本正在转身，成为最积极介入台海冲突的先锋。
最近我们也看到这台海这个就是风险啊，在有升高的这样一个趋势。其实呢，就是日本呢联手这个美国和其他的一些相应的一些国家，就是说造成一个态势。那么这个态势呢，就是说，阻止中国，比方说在必要的情况下武力统一台湾。这是他要达到的一个所谓的逐贺的这样一个目的，因为这个本身台湾问题是这个中国的内政，是吧？那就是说你从根本上来讲，其实呢也很难，是吧？或者说达不到他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标，这个也是这个不言而喻的。